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民国风云人物啊，今天咱们要说一位东北人最熟悉的民国风云人物，谁呢？东北王张作霖。说到这张作霖呢，咱好多朋友都听过单田芳单爷的评书。他评书里边呢，细致的描摹了张作霖从这个小混混开始，一直混到这个北洋政府的陆海军大元帅。咱们实事求是说呢，这个单爷的评书啊，有很大的传奇性，但是这里头多多少少啊，由于里头有一些编撰的成分，难免的有点美化张作霖。你看，我们从历史课本上看呢，这张作霖呢杀害了李大钊，是个大恶人。可是你要是到辽宁的民间调查一下呢，有好多老年人呢说张作霖好。历史人物的复杂往往就在这儿。你就拿张作霖跟日本人的关系来说吧，很多人说张作霖对日本人寸土不让，最有骨气的军阀。可是张作霖跟日本的合作呀，你也不能说他100%就特干净的。他利用日本人来跟其他的军阀对抗，来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但是在民族大义的关头来讲呢，涉及到国土的问题上呢，张作霖又绝对不肯轻易向日本人就范。所以那个年代，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在面对这个国与家呀、政治场合的这个风云际会呀，他有他保护自己利益的处理方式。所以既不像我们有的人想象当中那种民族大义，也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一棍子打死他就跟日本人勾结卖国，不是那样，很复杂。所以我们分析张作霖，你要从他的出身，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你就不难得出这是一个时代枭雄，一个风云际会的大人物。他身上你很难用好和坏这种二元论断来判断。说实在的，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些年来说一个人物非好即坏，好好上天，坏坏到地狱，这都是不客观。首先一个，咱们得说张作霖了不起在哪儿？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政府分两个时代，一个时代呢是叫北京政府时代，一个时代叫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时代大家都知道，蒋介石一直到49年给他打台湾去，这是南京政府。北京政府时代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1912年3月10号，袁世凯宣布就任，在北京中华民国大总统，一直到1928年12月29号，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换上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从此政治核心到了南京。那么北京政府时代呢，又被称为北洋政府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政府时代呢，产生过7位大总统，这7位大总统呢，其中有6位出身于北洋军阀。你看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徐世昌、张作霖，都算是北洋系的，都是军人出身。唯有张作霖呢，他是绿林响马。说白了就是咱们东北人常说土匪胡子。而且张作霖当年当过兽医，干过土匪，打家劫舍的，也做过好事，也干过坏事，最后居然混成了统治东北的东北王，一直到27年任北洋政府的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政府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所以你要真论传奇性，他跟那些根红苗正的大总统一比，他这个传奇性可不得了，是最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位。那么张作霖的出身说白了非常惨，也比较低。他1875年呢出生在辽宁一个小渔村，他爸爸呀叫张有才，你听这名儿就是够土的了。他爸爸好赌博，张作霖10岁的时候他爸爸就没了，他母亲呢改嫁给个兽医。张作霖打小受他爹影响，也好赌博，当学徒挣俩钱就耍钱，没了。后来没招，跟他继父呢就学兽医嘛，他嫌脏不愿意学，说干点别的手艺嫌累干不了，
有一天经过村学，就私塾啊，他趴窗口听，师傅先生一看说这小孩挺聪明啊，长得也不错。你看你现在看照片，张作霖胡子拉碴的，其实张作霖是典型的北人南相。哎，你看说不是五大三粗，面容清秀，长得挺精神，先生挺喜欢的。是这么的吧，你呀就到我这听听课，免费呢，让他听了3个月课。张作霖一辈子这学历就是3个月，听了3个月私塾。所以当时呢，可以说张作霖是一无背景，二无文化，三无钱财，就纯粹是个小混混。后来还成就这么大一点事儿，你说这算不算是个奇迹？确实是奇迹。那么张作霖后来呢，混迹于辽宁各个地方，也没混出头。那年月兵荒马乱，他今儿个开个兽医站，明天弄个什么领几个人啊，他打把式卖艺什么的，也没混出来，好几次差点死到人家手里。后来赶上甲午中日战争，张作霖那时候已经20了，得了，没希望，我参军吧。参军以后呢，他是兽医出身呢，懂得马，当骑兵，就开始摆弄枪。那个时候就把他在马上功夫这些枪法就练出来了。在这个北洋军里呢，还成了个小头目。后来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了，他呢又回到老家，回到辽西。这个时候呢，辽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光是首府这奉天这就沈阳这，其他地方乱的不得了，土匪呀，各个地方呢横行，日本人呢什么的乱七八糟。那么当时呢，这个地片上老百姓民不聊生，怎么办呢？得有人保护啊。出了2伙势力，一伙叫团练式，就像保安团似的，也叫保险团，就保一个地方平安。这类是啥？纯黑社会。这个时候，张作霖混到了辽西赵家庙，在这儿结婚了。在他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之下呢，划了20来个人，在赵家庙一带呢成立一个保安团。这保安团呢，张作霖当的比较仁义。我是保护你们收保护费，但是在自己地界上秋毫无犯，很得人望。他干着干着，势力一点点就大起来了。这个赵家庙西北呢，有个地方叫中安堡，这块呢也有个团练头子叫金寿山，欺男霸女，老百姓受不了了，有人过来找张作霖，能不能把他灭了？我们这给你交保护费。就这么的，张作霖呢把这金寿山给打跑了，势力进一步增大。可这金寿山呢，又从其他地方搬来兵，在1901年大年30的晚上偷袭张作霖。张作霖带着妻儿老小突围，跑到江家屯，又从江家屯跑到八角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老婆怀孕，在道上生孩子，生的就是张学良。到了八角台呢，本来他的想法呢是娶到这儿投奔辽南的一个绿林好汉头子，叫冯德林，势力更大，跟张作霖认识。可到八角台呢，这个地方的团练头目张景惠没让他走，说你呀跟我一块儿干吧，说你这个人性不错，都说你挺仁义挺仗义。就这么，张作霖跟张景惠一块儿。后来张景惠主动退位，把一把手让给张作霖，他当副手。这个时候八角台这儿成了张作霖发家的福地，一点点势力越来越大，成了有几千人的这么一个。那么在这个时候，这是属于清帝退位的前夕。张作霖看懂这个形势，自个儿有势力了，对中央政府是有用的。当时呢，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就派人呢秘密的跟张作霖联系，说你呀要都听我的，我这边一有号令，你在东北响应我就封你为东三省防务督办，说白了就军队的老大了，东三省。然后给他拿来呢军刀一把，还有价值上万的一些珠宝。张作霖喜出望外，正愁跟中央联系不上，马上回礼几盒上等人参一套这个也值上万的银的餐具，
同时还做了一个重达1.5吨的玉床，那可值老钱了。按照宫廷的样式做，说白了就是溜须袁世凯，你就当今圣上。就这么着跟袁世凯搭下钩了。借助中央的力量，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是越做越大。等到袁世凯被赶下台的时候，段祺瑞那时候是国务院总理啊，陆军总长。当时段祺瑞呢就派人过来跟他联系，然后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因为那时候袁世凯下去，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封张作霖呢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就说白了，就是现在说辽宁省的这个比如说是军区司令员，再加省长。但是那个时候有人不服，谁呢？另有一股军阀势力很大，就前面我说张作霖要投奔辽南那位绿林领袖冯德林。冯德林说：“我势力也不差，凭什么你就当这个？”俩人就争，剑拔弩张。段祺瑞曾经派人来调停来，当时派那位叫赵尔巽，也挺有名，也没调停成功。但是借这个机会呢，张作霖又跟段祺瑞打上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两方虽然顶着，但张作霖没法灭冯德林，冯德林势力很大。接着我们前两天说过，这个黎元洪呢，为了对抗段祺瑞呢，请张巡进京，结果张巡拥护大总统黎元洪，他没看清形势，他不知道黎元洪就是个傀儡，没权力，手里还没兵，他以为这样呢，取悦黎元洪，他就可以取代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结果冯德林冒冒失失的带着部队就奔北京了。进了北京，没想到张巡很快被段祺瑞给灭了，冯德林跟着吃锅烙给关起来了。后来他跑出来，跑到天津火车站，被当时的政府给逮捕了。那你等于进京跟黎元洪同谋要干嘛呀？所以就要甚至要处决他。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整个奉天军队的，把冯德林军队都给并过来的张作霖，劝谏冯德林呢，当年是我们绿林一脉，讲江湖道义，请求中央政府网开一面。当时段祺瑞还真给个面子，没杀冯德林，封冯德林为山陵守护大臣。什么意思？你也别带军队了，回东北，你就看那个关外啊，像皇陵了什么的，不是满清入关之前那些地方。所以这冯德林呢，没有一兵一卒，没危险性了，乐得做个富家翁，在东北养老。可是段祺瑞呢，对于死敌冯德林网开一面，这时候张作霖求情，这个事情给张作霖带来的印象会非常高。东北军队一看张作霖仁义，一下子张作霖成了公认独一无二的东北人，进而把黑龙江、吉林这一片都拿过来。那么这个呢，还不是张作霖最终目的。张作霖野心是非常大，因为东北这个地界儿，它不比西北、西南。那尤其你比方说西南广州这个地方，离北京政府距离非常远，可是东北不一样，近，我出了山海关，没有一天路程到北京了，我退，整个东三省幅员辽阔，足以自保。所以张作霖进能攻，退能守，他的野心是以东三省为根据地，我要占据北洋政府这么个位置。所以当时张作霖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也正是如此，他才琢磨跟日本人之间呢有进有退这种交往。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达成自己的野心目的，但同时呢，他又不甘心被日本人控制，也更加不甘心日本人呢在这个中国国土上，在自己眼皮底下如何横行。所以张作霖身上呢有个人的利益，也有民族气节交替出现，但挺矛盾。我们看后来呢，张作霖事实上呢1927年当上了北洋政府的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么这个时候日本人跟他往来更密切了，希望也借助张作霖之手能够完成对东北进而对华北的控制。当时呢有人就找日本人找张作霖，
拿了一个叫满蒙信，什么呢？要在东北的土地上建5条铁路，都日本人建。这5条铁路不得了，往北能够通到苏联，往南直接能到关外，往这边到关里，往这边呢能直接跟朝鲜铁路接壤。如果这5条铁路日本人都建成都控制，就等于5把利剑插入东三省的土地，那等于东北事实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了。张作霖一看，这哪行啊？说啥不能答应啊？这不仅卖国了，自个儿这都被卖出去了，不干。但不干，张作霖有顾忌，他这时候正需要跟日本人合作呢。为什么呢？他这个北京政府岌岌可危，蒋介石率领这个南方的军队往北打，势如破竹。这个时候，张作霖特别需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遏制蒋介石势力，来保自己来之不易的这陆海军大元帅，所以他不能直接推。怎么办呢？张作霖有招。你看这个人他很聪明啊，这个事儿我没问题，我同意，在上面签乙约。咱现在不少上面都写乙约，我看过了，但是我可没签字啊，我没写张作霖仨字，然后告诉你呀，我们现在是共和制了，不我一人说了算了，你得跟东三省各个省长啊，因为我这是陆海军元帅嘛，县官不如县管，你得跟各个东三省省长来说同不同意，他们签了字了，我就签字。日本人信以为真了，找东三省省长，省长也说我们倒是同意，但是什么？我们各省有这议会啊，这民主共和嘛，得议会通过我们才行。说议会什么时候通过？我们这个下个月就开会啊，开会讨论，研究。张作霖就这么一拖再拖，给日本人拖好长时间，也没弄下来，才知道张作霖呢是为这段自个儿的政治利益，等于拖延了这个宝贵的时间。日本人这时候还得帮张作霖，张作霖那边不给他办实事。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后日本人发现张作霖跟他不是一条心，他就开始琢磨张作霖。当然，这个中间呢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在单爷的评书里头呢，有这么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说土肥原贤二请张作霖赴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张作霖也不怕，老子枪林弹雨都过来，怕你这个啊？来了呢。这土肥原呢，就想当众压呀张作霖的威风啊，说久闻张大帅文武双全呐，今儿个能否赐以墨宝啊？给我留字行吗？张作霖也不含糊，你想让我出洋相？这笔填饱了墨，唰，一个斗大的虎字，一笔虎字写出来了。土肥原一看不错呀，他不知道张作霖虽然草莽出身。练过3个月的私塾，这3个月私塾呢，书没读多少，得练字啊，有点功夫。拿过来一看呢，喝彩，哎呀，张大帅好字。往旁边一看，乐了，什么？张作霖手黑，落款落什么？张作霖手墨，哎，就我亲手书写，哎，这墨呢，这墨纸砚这墨。他一看这为什么乐了呢？土肥原一看，张作霖手墨，张作霖我字。那墨字啊，他把底下呢虎字底给弄没了。张作霖手黑，你看这笑话了，土肥原就乐了。他这一乐，张作霖随从过来看，哎呦，臊着脸都耳趴在张作霖耳边，大帅呀，您可出丑了。张作霖手墨，您写成手黑，丢人了吗？那边日本人就乐，张作霖泰然自若，嘿嘿，你先别乐啊。这不是我写错，我故意这么写的。我能写一笔虎字，这个手墨怎么能写成手黑呢？第一个，谁都知道我张作霖心狠手辣，谁敢跟我对着干，老子绝不留情。我是有名的手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这个墨字我没写这土字呢？我周边这个土地每一寸都我们中国人的。你日本人想要走，你要我这字儿，一点土我都不会给你，所以我不写这土字，我写张作霖手黑。哎，满堂是哄堂大笑，把土肥原弄得非常尴尬。说实在，有这事儿吗？
咱们正常推测的话，这事儿是说书人胡编的，为了增加这个历史传奇色彩。但是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张作霖在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呢，有进退攻守，他从心底来讲，他是排斥日本人。所以你想，在这种条件下，日本人发现张作霖跟我玩花火不是一条心，在用我们。一看呢，张作霖久居东北，人望极强，要想占领东北，不扳倒张作霖不可能。所以日本人呢，在张作霖身边插了眼线，就要暗杀张作霖。当然，张作霖也谨慎，他从这个关里要回关外。1928年6月1号，专列刚启动，张作霖说不走了，明天再走。6月2号，这火车才开。可是这时候他身边的亲信呢，把火车时间、地点通过哪个站都告诉日本人。于是乎，咱们大家都知道，1928年6月3号，在沈阳西边黄姑屯车站，咔，桥梁炸了，张作霖车厢炸得粉碎，张作霖重伤抬回去，当天晚上不治身亡。这日本人算把东北王张作霖给扳倒了，给害死了。日本人以为呢，张作霖扳倒了，东三省一马平川，都是日本人天下。也欺负少帅张学良年幼无能，他能敢怎么着？可没想到这时候张学良啊，一咬牙一跺脚，说这时候民族大义不能含糊，怎么办呢？1928年12月29号，谁也没想到张学良东北易帜。什么意思？我既然挺不住这个北洋政府，我完全臣服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全国实现统一，我挂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说实在，是打民国开始以来，中国头一回算南北统一了。日本人也没想到把张作霖炸死了，张学良能做的这么绝，自己基业都不要了，我投靠国民党，东北易帜，实现南北和平统一，中国内部不再分裂了。所以日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所以接下来才有31年9·18事变，出动武力，悍然侵占全东北。那么前些天9月18号，整个东三省为纪念9·18事变勿忘国耻的80周年，不少地方呢都鸣笛鸣号表示纪念。那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说东北人从历史上来讲，你别看日本鬼子占据东三省那么多年，但是东北人跟日本的这种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包括在我们历史教科书里被认为是罪臣坏人的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嘛，他也在与日本人的对抗方面没有失掉民族大义。包括他的儿子张学良，在这些问题上，像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切对外。所以说张氏父子啊，对于抗日这件事上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说起川岛芳子啊，这算得上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咱们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川岛芳子呢，你别看叫个日本名字，他其实是中国人，满族人。他是大清晚期肃亲王爱新觉罗善祺的女儿，说白了他是大清朝的格格。可是后来呢，却成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改名叫川岛芳子，后来还变成了日本的大间谍。那么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呢，犯了很多滔天罪行，可以说包括我们知道1928年6月4号凌晨，东北大帅张作霖坐着自己的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结果经过黄姑屯的时候呢，被炸弹给炸了一下子，送回大帅府，没多长时间就死了。后来呢，有人一调查发现呢，这张作霖的行程怎么日本人把的这么准呢？就知道在黄姑屯这埋炸药，在这点能炸死他呢？这是川岛芳子的功劳。川岛芳子呢，通过自己的间谍手段，据说是色诱张作霖手底下一个副官，这副官就把张作霖行程的时间表提供给川岛芳子了。有人说这川岛芳子也是，怎么这害张作霖害得这么狠？可以说张作霖一半是死在他手上。而且据说川岛芳子为了能够把张作霖这时间表拿到手，
那可以说费了老大力气，前后经历了2、3年时间在这上下功夫。人说他跟张作霖怎么仇这么大呢？有的人说那很正常啊，他不给日本人办事吗？张作霖那时候成了日本人霸占东三省的一个绊脚石了，日本人急于出之而后快。那川岛芳子效忠日本人，是个大汉奸的，他肯定他得卖力气。其实这才说对了，也就一半。还有一点，川岛芳子啊，为什么他害张作霖？他有非常重要一点是他恨张作霖。为什么呢？张作霖和他呀算得上有杀父之仇。说这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父亲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死啊，跟张作霖确实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得从头给大伙儿说说这段恩怨。这川岛芳子呢，是爱新觉罗善耆的第14个女儿。她是谁生的呢？善耆呢一辈子娶了4个老婆，就总共5个老婆，4个呢是等于庶夫人，1个呢是等于正宗的大老婆。也就是说1位正福晋，4位侧福晋。这4位侧福晋呢，最得宠的是哪个呀？最小这个第4位侧福晋就是川岛芳子的生身母亲。可以说呢，这个女人呢，虽然不是善耆的第1个女人，却是她最后一个。4福晋是善耆最后一个媳妇儿，嫁给善耆22年，生了10个子女。川岛芳子呢，就是这位4福晋生的第1个女儿。她刚一出生呢，这咱说爱屋及乌嘛，这善耆对这个女儿也疼得不得了，请了京城最有名的命相专家，专门给她看了8字。结果说这个格跟命相不凡，要是男孩啊，将来一定是大清国宰相；虽然是女儿，将来也是位巾帼英雄。善耆一听高兴坏了，就给这女儿取名，取爱新觉罗显瑜。什么意思呢？显瑜就是像玉的美好的石头，反正好词儿。那么这个女儿出生之后呢，这个时期呀，对于善耆来说呢，不算很顺利。为什么？咱们也知道，大清呢到了晚期了，民不聊生，整个朝廷啊，山雨欲来风满楼，可以说得上是摇摇欲坠。那么善耆呢，一天忧心忡忡，很上火。他如果他要是个窝囊废呀，或者一个贪官污吏也就无所谓了。偏偏这个善耆呢，是清末难得的一位人才。他从小习武，英武过人，而且善耆这个人呢，又正直又忠诚，能力很强。但可惜他的能力啊，不被当时朝廷所赏识。相反呢，却是和他对立面的敌人很赏识他。这为什么呢？咱说1900年啊，就八国联军那年，33岁的善耆呢，继承了肃亲王爵位。这肃亲王呢，是大清的8大铁帽子王之一，世袭罔替，是世袭制的。33岁善耆呢，继承了他爸爸肃亲王的爵位。结果这个时候呢，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入侵了北京，慈禧呢带着光绪仓皇西逃，跑西安去了。当时善耆呢正在家里守孝呢。这他爸不刚死吗？听到这个消息呢，善耆不顾守丧之礼，骑上马连夜追赶，追了3天呢，才追上了往西跑的慈禧这些人。陪着慈禧呢，到了山西大同。慈禧简单安顿下之后呢，就命令善耆，你呀能干，你先回北京，你看看什么情况，料理一下善后事宜。回到京城呢，善耆傻了，他的府邸就是肃亲王府啊，已经有205年历史了，被八国联军彻底给烧毁了。这个善耆呢又马不停蹄，赶紧赶到故宫，就紫禁城，一看紫禁城没被烧毁，这才放下心来。因为在他心里觉得那个事儿大，自己家烧不烧的也无所谓。就这么着呢，这个善耆呢一看，赶紧是打发下人找啊，在北京城呢找到自己流落在外的这些亲属，把这些亲属拢到一块儿呢，搬到北京城西边。北京城西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祠堂，就在那儿先安顿下来。就这么的呢，等到八国联军这过去之后呢，把慈禧跟光绪从西安迎回来。慈禧一看呢，善耆府邸都给弄没了，哎呀，行啊，你也是亲王，想给他钱让他重建吧，大清国库空虚，也没那个钱，
有那钱我们知道庚子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那得赔什么时候去？国库也没这钱了，干脆吧，你单骑府邸不被毁了吗？我给你个肥差，你自个儿捞钱去吧。什么肥差呢？让单骑出任崇文门监督。什么叫崇文监督？其实就是北京的税务总管，相当于现在北京国税局局长，负责呢征收北京城的商税呀、房契税呀、田赋啊、过路费呀这些营业性税收。所以你看崇文门不是南门吗？原来大清的税务局就在崇文门，所以你看北京城一卖酒呢，说南路烧酒，表示我这酒上过税的，因为酒在大清是专卖的，不能随便卖。你要说北路烧酒那是偷漏税的，所以让这个单骑呢担任崇文门监督，来收各种税，干嘛呢？就是让他能够中饱私囊自个儿获利。以往呢，大清每年呢在崇文门这块呢收税北京京城这税能收上大概30万两白银的税款。慈禧为了补偿单骑呢，准许单骑每年呢你就上交12万两，剩下的18万两你揣自个儿兜里，你愿意怎么盖宅子你再说。可是单骑呢，他对大清忠心耿耿，而且这个人不贪不占。他上任以后呢，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清查贪污。以往呢，洋人带货进北京卖不纳税，他改成无论是清朝子民还是洋人，统一征税，一视同仁。以往呢，这个商民入关由经纪人包揽上税，你得跟有的人报税，他负责给你交，然后他从中抽头。他把这个改成官员直接验货收税，把中间环节给我去掉，省着有人盘剥这些商人。结果当年的税收增加了1倍，收上了60万两。单骑呢一分没占，把60万两全都上交国库。你看他这是忠心耿耿于大清可是他这么一干呢，得罪了大批的既得利益者。也就干了1年，单骑呢就被庆亲王奕匡借故弹劾，惨遭罢免。我们知道这庆亲王奕匡是个大贪官。就这样呢，单骑也不服气，也不知道收敛。有一回呢，军机处商议财政问题，说这钱不够。当时呢，庆亲王奕匡还主管户部，就主管财政部。他说这国库空了，拿不出银子来咋整啊？大臣们听了谁都不敢言语，只有单骑笑着对奕匡说：“嘿，把你贪的钱拿出来就够用好几年的了。”这句话差点没把单骑气背过气，因为这是捅他肺管子。所以说单骑非常耿直，他不在乎那事儿。所以这个人呢对大清是忠心耿耿。所以呢单骑呢很有才能，但生在那么一个时代得不到朝廷重用，反而呢是他的一些敌人夸单骑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那么单骑从崇文门监督这个职位退下来之后呢，经过庚子兵变呢，北京城的这个街市破坏的很严重，社会治安也恶化。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呢，大清呢设立了个新的衙门，叫公巡总局，由单骑呢担任公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说白了，公巡总局是什么呢？就维持地面治安，相当于这个北京市公安局。这等于单骑掌握了警务大权。这掌握警务大权，他职责之一呢，就是消灭革命党。因为当时这革命党要反清嘛，对大清有威胁。不过这单骑呢，他能够客观的看待革命党，他对革命党很有兴趣。有一次呢，据说这个同盟会开会，单骑呢还送去1万两银子给同盟会当会费。同盟会内部呢还就这钱能不能收展开过激烈争论，最后还是收下了。说这单骑既然忠心大清，怎么不消灭革命党还给钱资助呢？后来有这么一件刺杀案子，就解开这个谜了。这说的是1908年11月份，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相继驾崩，1个月以内他俩都没了。这时候呢，宣统皇帝上台，才30岁小孩所以这个时候呢，由他爸爸载沣出任摄政王，醇亲王载沣，由载沣呢和隆裕太后共同管理朝政。结果这个时候，北京发生了一件震动清廷、轰动全国的大案，什么呢？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当时的汪精卫不是后来那个伪政府主席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当时汪精卫呢年轻气盛，是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就决定
暗杀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醇亲王载沣，他摄政王啊。然后这么的呢，汪精卫啊跟自己几个同党呢，在刘乐场附近开家照相馆，拿这个做掩护，对这个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细致考察。最后呢，就决定在载沣上朝的必经之路有座小石桥，就在现在那个应该说是后海那一带，在那桥底下埋炸药暗杀。结果埋炸药的时候呢，他们被当时大清的警察给发现了。结果藏炸药那铁箱子呢，也被这个警察给抓了，起获了。顺着这个铁箱子的线索呢，就找到了制造铁箱的照相馆，在照相馆里边把汪精卫给抓住了。那按大清律例呢，这汪精卫谋反呢、谋杀，这大逆不道的罪肯定是死刑啊。结果单琦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他看了看汪精卫写的东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尤其汪精卫写那么首诗嘛，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求愉快，不负少年头。这单琦挺佩服汪精卫，说你这个人挺了不得真是个忠勇之士。所以呢，他对汪精卫呢十分关照，也不用他下跪，也不进行刑讯逼供，监狱里好吃好喝，给他送书送报让他看。就单琦那时候对革命党很有好感，说这些人确实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不是为了自己，不是那种打家劫舍的贼人。那在审判期间呢，单琦多次到狱中看望汪精卫，做他的思想工作，说你看大清已经答应实行宪政了，咱们搞君主立宪，咱用和平的方式你还实现你政治主张，这不挺好吗？咱不用那么血腥，又杀这个杀那个。这汪精卫反过来劝他说，在中国要搞君主立宪呢，不能解决大清的腐败，你只要皇上在一天，这些毛病依然在，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结果说来说去呢，这单琦倒被汪精卫给说通了。说你得理解我要不是出生在爱新觉罗家族我得忠于我的家族我要不是这家族的，我早就加入革命党，我准备对朝廷的一些弊端进行整理。就说单琦呢，他也痛恨那个腐败没落的朝廷，但他没办法，他就是这个家族的人，他还得忠于自己的家族。所以最后在单琦的力促之下呢，汪精卫时间不长呢，就被释放了。所以汪精卫呢一直很佩服他，就说单琦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我们说后来川岛芳子呢，在抗日战争期间呢，通过汪精卫得到了不少情报。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汪精卫知道她是单琦的女儿，一直觉得当年呢欠单琦很大的人情，所以他在这上对川岛芳子照顾有加。也因为这个，汪精卫又多做了不少孽。所以这个肃亲王单琦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可是谁也没想到呢，他却把自己女儿就这川岛芳子给送到虎口了。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女儿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呢？拜川岛浪速为义父呢？这个事儿得从当年单琦从山西大同回到北京的时候说起。那时候他不是肃亲王府被人给炸毁了吗？但是紫禁城得以保留。他后来一打听呢，说当时要烧紫禁城的是德国人要烧，但是日本人反对。日本人反对是谁的原因呢？是当时日本军队里边就八国联军的日本部队里有个叫川岛浪速的日本翻译官，他给日军总司令当翻译官，这人也是个中国通，他建议不要烧紫禁城，不要把这事闹僵。所以当时日军呢最后反对炮轰紫禁城。当时川岛浪速呢就找到德军指挥官，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结果被国际社会谴责。以这个事为例子，说你当初英法联军不烧圆明园吗？叫国际社会骂他们多少年，说不要这么做。同时呢，川岛浪速呢又打发人劝紫禁城内守军，你们不要抵抗了，别玉石俱焚，打开城门，就这么着保全了紫禁城。那么这个事儿呢，让单琦对川岛浪速很是佩服。等单琦总管这个功勋总局，管北京治安的时候，就找到川岛浪速。俩人一见面呢，川岛浪速就对单琦来了个90度躬的行礼，然后单腿跪地。哎呀，单琦一看这日本人这么有礼貌俩人这个顿时这个好感倍增。一聊天俩人简直是知己。为啥呢？单琦发现川岛浪速和自己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基本一致，两个人都认为
如今世上对清王朝统治威胁最大的，不是什么这个日本，而是白人帝国主义啊！你像这个英国、法国、什么美国这些，说咱们这个日本和这个中国都是大东亚，咱们应该地区联合起来。所以两个人的政治观点呢，基本一致。那么说这川岛浪速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是日本浪人，咱很多朋友不知道浪人是干嘛的。日本武士呢分成两种，一种是有主子的叫日本武士，没主子的叫日本浪人。浪人就是浪迹江湖。那当时川岛浪速呢没有主子可效忠，但是他自己本人很有能力，他又想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他一定要给自己呢找到靠山，找到这么个机会。所以当时呢日本呢侵略亚洲，尤其侵略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川岛浪速就早早来到中国，打算呢给这个大日本侵略中国做自己的贡献。所以他和单骑结交呢也是有意而为之，他要把这个大清重要的人物能当做自己的左膀右卫。所以很快在单骑帮助之下呢，川岛浪速得到了四品顶戴，还被任命为景物学堂的校长。不久呢两人还成了拜把子兄弟。那这段时间呢，在两人共同治理下，确实北京治安得到很大改善。当时呢王府井商业街就在这个时候由单骑创办的。咱们知道北京原来这个东郊民巷啊不使馆区吗？王府井就是跟使馆区是隔了个长安街，所以单骑呢就把附近王府井开发成商业街。咱看现在外国人来北京都愿意去王府井，其实一开始是单骑建的这个北京王府井。这一点呢他也得到了川岛浪速的这种出主意啊建议啊。那么通过这段时期交往呢，川岛浪速对单骑越来越了解。在1912年的2月份，宣统皇帝退位，这对单骑是非常大的打击。他拒绝在清帝退位的诏书上签字，而且就说你们杀了我吧，大清没了我也没了。所以很多人笑话呀，他不识时务，倚老遗少。结果单骑呢和这个皇室贵族啊、蒲伟啊、载涛啊、梁弼啊这些组成了个清室宗社党，要打倒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呢就派人暗杀这些皇室贵族，结果梁弼呢被炸死了。单骑也觉得自己在北京啊难以自保，就跑到了天津租界。川岛浪速跟着他就来到天津。俩人一商量呢，川岛浪速知道单骑有打算。这时候单骑接到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报告。赵尔巽呢说我是效忠清廷，说我这边呢跟这33名啊东北的将领，包括张作霖在内，联名致电，说我们东北军人愿意起兵救援皇帝，清君侧适当大清的先锋，要剿灭革命军，打败袁世凯。所以单骑这时候呢要去东北，尽快组建呢满蒙勤王军，保住主动基业。就是我呀还发挥这个满蒙一家，我跟内蒙很多王公熟悉，我劝他们咱一块来。所以这得知单骑要回东北呢，川岛浪速就说我可以帮你啊。怎么呢？我大舅哥啊是满洲铁路局的总裁。单骑一听说对呀，这好办法啊，他当地有势力啊，能帮我这忙。所以经过川岛浪速一番部署呢，单骑在日本军队协助下化名金彦仪。你看他化为什么叫金彦仪？爱新就是金，现在你看就是爱新觉罗氏皇族姓金的不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他化名金彦仪，这不后来他给川岛芳子后来自己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叫金碧辉吗？也姓金，也是打这儿来的。就这么着，单骑呢就登上了去奉天就沈阳的火车。可是火车到山海关的时候呢，说前方铁路桥啊被炸了，过不去了。单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这是川岛浪速安排好的。走不了怎么办呢？川岛浪速说你别着急，我有办法，咱们改成日本军舰，先到旅顺去。实际这时候旅顺呢被日本人控制了。那么到了旅顺呢，单骑受到盛情款待。日本关东都督府的民政长官还把自己住的宅院腾出来给单骑住。安顿好单骑呢，川岛浪速赶紧返回北京，把单骑的亲人呢也都接到旅顺了。这一家团圆了，这单骑更加感激川岛浪速。哎呀，兄弟，你对我太好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啊，这都川岛浪速设计好的，每一步都是向他的上级汇报的，要不然川岛浪速一个人哪这么大能量？川岛浪速这么做就是不想让单骑和赵尔巽、张作霖这些人合作。
想让单骑呢这个遗老遗少呢控制在日军手里，跟日本人合作。那这单骑不知道啊，他还在那联系赵尔巽、张作霖呢。结果让单骑没想到的是呢，在袁世凯就任总统的2个月后，东北就改弦易帜了。赵尔巽果断拉拢张作霖这些地方军人强人，成立东三省保安会，归顺民国政府了，又不效忠清廷了。所以这下子单骑可为难了，骑虎难下了，自己成光棍老哥一个呢，谁能帮我呢？这时候川岛浪速站出来说你想复兴大清朝，别人帮不了你，日本人能帮你，我代表你，我跟日本人交涉，让日本军方帮你。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政府那边啊很重视这论资排辈，说你川岛浪速你也没什么官，你怎么代表人家这个单骑啊？所以川岛浪速拿这个呢跟单骑商量。单骑说那不行啊，换别人代表我也不放心呢，只有你川岛浪速我结拜兄弟。就这么川岛浪速提出来，你呀把你的孩子过继给我，这么呢我成了你孩子的爹了，那我代表你不就名正言顺了吗？可是按照规矩呢，这个大清王爷的儿子是不能过继给别人的，除非你本人死了。所以这么的，单骑就把他最疼爱的女儿爱新觉罗显瑜，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过继给了川岛浪速。他给他女儿改了名叫东珍，意思是东方的珍宝，也希望他到东洋之后依然被当作宝贝。就这么，当时仅有6岁的川岛芳子过继给了川岛浪速，改名为川岛芳子。那么有了这层亲属关系呢，川岛浪速就可以代表单骑了。得到日本人的资助之后呢，单骑在川岛浪速帮助下呢，再次成立宗社党。那么这个宗社党呢，由于没法得到东北地方军队的支持了，这个单骑利用个人关系呢，找到了单骑的亲家蒙古贵族王爷巴布扎布。满蒙呢历来有这个联姻的传统，当年呢单骑曾经许诺把川岛芳子嫁给巴布扎布的儿子，但是这个亲事已经定下来了。到后来川岛芳子在东瀛长大了，就不认这门事了，但当时他俩是亲家。所以说日本人支持下，这宗社党呢也实现了满蒙联合，跟着蒙古的王爷巴布扎布联盟。而且有意思，这是宗社党的总部呢设在日本东京，支部设在大连。所以说单骑呢只是个名义领导者，实际掌权的是川岛浪速。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袁世凯复辟，这时候遭到全国反对，川岛浪速代表单骑开始积极活动。一方面呢，他游说赵尔巽、张作霖起兵，答应以武器援助呢来换取张作霖的策应；一方面呢，他又到蒙古那边怂恿蒙古王起兵，说将来就合并建立满蒙王国。这个时候川岛浪速还购置军火，招募人员，积极筹备起事。可是呢，宗社党啊从公主岭向蒙古转运军火的时候，就日本人提供的军火，单骑呢也写了封书信，说这些军火提供给蒙古人。结果张作霖临时变卦了，在路上呢就把整整50辆大车的军火都给抢走了。而与此同时呢，宗社党还在开原、公主岭、宽甸、海城这些地方不设有一些秘密机关吗？也由于张作霖的告密，这些机关呢都被捣毁了。就这么着，满蒙独立运动单骑主导之下，川岛浪速操控之下，和蒙古王爷巴布扎布的这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了。可以说这个失败基本是由张作霖一人造成的。所以当时单骑就跟张作霖结下了仇怨，就恨透了张作霖。而这个时候日本人他真正想拉拢和扶持的呢，不是单骑了，因为单骑作为遗老遗少也日薄西山。当时日本人真正想拉拢的是迅速崛起的张作霖，而单骑这边不知道，还被日本人帮助他复辟感动了。所以日本天皇去世的时候，举行大丧的时候，单骑以卿士贵胄的身份身着丧服，斋戒素食，给日本天皇披麻戴孝3天。那这时候的单骑一心想要复辟，不甘心失败，他又把自己家里头在关外的森林、煤矿、土地做抵押，倾家荡产，向日本财阀借了100万。他把这笔钱交给川岛浪速，让他拿这笔钱筹建军队，接着复辟。可川岛浪速呢，背着单骑干了啥事儿？拿出一部分钱，在他的老家松本，日本松本买别墅，
买会馆去了。你这事他做的多不是人，更别说后来他等于这个强暴了自己的养女川岛芳子，直接造成川岛芳子的人生观产生很大变化。可以说川岛芳子后来造的这些孽，恐怕跟川岛浪速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个时候呢，单骑又觉得发现了一个机会，就是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时候，单骑认为这是他复辟大清的好时机，他就提出复清讨袁的口号。计划呢就跟巴布扎布王爷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呢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王国，然后呢把溥仪请回来继位。那正当单骑的以为复辟指日可待的时候，袁世凯死了，他这复清讨袁的口号就没意义了。而亲日派的这个段祺瑞阻隔，日本对华政策转变了。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反感，日本人呢也开始放弃单骑，不帮你了。川岛浪速呢只好让巴布扎布呢把全部人马撤退。那在撤退途中的巴布扎布呢还被张作霖的部队追击，结果中流弹，这巴布扎布死了。他的余部呢勉强逃出包围圈了，后来也被张作霖给剿灭了。那个时候张学良呢已经开始打仗了，所以后来的这个蒙古军队还跟那个张学良呢结了仇。张学良后来呢在镇压蒙古起义军的时候呢，把起义军一个首领抓住了，把脑袋砍下来搁城楼上示众。那个起义军首领叫什么？叫嘎达梅林。嘎达就是东北的老嘎的意思，梅林就是总兵的意思。所以蒙古人为纪念他呢用这个马头琴和长调音乐做了一首歌，就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那首歌叫《嘎达梅林》，就从这儿来的。所以这样呢，第二次满蒙运动再告失败，又是和张作霖密切相关。所以这时候单骑不仅精神备受打击，也倾家荡产了，失去东山再起的能力了。所以这时候单骑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让子女在国内待着，把36个子女都送到国外，除了3个送到欧美，剩下都去日本了。连疾带气呢，这单骑这时候得了重病。他和身怀有孕的四侧福晋呢在一起生活，这四侧福晋呢也由于这个连日奔波，累得流产，出血过多，大人孩子也都没了。这单骑在这种打击之下，2个月之后也跟着他四侧福晋走了，死了。所以你看看单骑这死啊，在川岛芳子心中啊，他爹和妈的死都是张作霖造成的。所以后来他才下这么大力气窃取情报也好各个方面帮助这日本军队获得各种消息，决心要把张作霖弄死。最终他也如愿以偿，黄姑屯一炸，张作霖是命归西天。所以你看呢，这是川岛芳子他爸爸爱新觉罗单骑肃亲王矛盾的一生。他曾经是皇室开明的王爷，最后却成了顽固的复辟分子。他曾经侍奉爱国，到后来他的子女却成了分裂国家的刽子手。所以你说历史有时候很吊诡，这个人他的本性和他的所作所为，包括他在历史当中起的地位，常常是分裂的。就如果我们还原一些历史真相，你会发现呢，后来很多定论都经不起时代的推敲。可是人性呢原本就是复杂的，历史有时候强加到人性身上的种种压力也是我们不是当事人是局外人这些人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回过头我们再看看当年川岛芳子所造的这些孽和他的爸爸单骑之间又有多少直接联系，又有多少相关的联系呢？所以研究一下历史人物，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我们现代人开拓思维很有帮助。